风力发电机是怎样发电的？风力发电所产生的能量，其本质还是来源于太阳能。太阳的辐射导致大气层中压力分布不均衡，空气在压力梯度下流动，形成风。风力发电机利用风的动能带动叶片旋转，再通过增速机将旋转的速度提升，促使这些机械能最终转化为电能。相信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些疑问，为什么风车扇叶转得那么慢还能发电？难道不是转得越快产生的电能越多吗？我们通常见到的 1.5 兆瓦风力发电机，它的风叶1分钟转19到30圈，看上去的确很慢，但是这也跟它自身的重量以及所在地的风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一般长20多米，如果让这么重的叶片高速转动，不仅叶片容易折断，底座也会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而坍塌。其实虽然叶片转速不高，但是发电机内部的齿轮箱可以将高速轴的转速提为低速轴的50倍，也就是说增速机可以将速度提升到近1500转每分钟。以风力发电机1小时1500度左右的发电量算下来，风车转一圈就可以发1度电，效率还是很不错的。而我国的风能储量很大，分布面积也非常的广，因此国家将风力发电设为大力发展的重点。由中国自主研发的 SL5000 发电机更是成为了风力发电机中的巨无霸。它所应用的东海大桥风力发电项目也成为了除欧洲以外的第一个海上风电场。伴随着一声声吆喝和人们的左右拉扯，我们能看到特别有趣的一幕，石像摆动着摆动着竟然走了起来。这其实是2011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考古学家卡尔里布和同事亨特进行的一个实验。他们制作了一个3米高5吨重的石像模型，然后用3股麻绳拴住石像的头部，其中左右2股负责移动，后方那股防止石像正面跌倒。测试结果是18个人在40分钟之内就能将石像前移100米。其实这种一点点的挪移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用到，比如搬不动泡菜缸时，往往会左右转动几下，缸子就自己往前走了。不过复活节岛上的石像高度一般在5到6米，重量在10吨以上，路也不见得如此平坦，因此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搬运方式只算是一个特技，并不符合科学实验的要求。那还有没有别的运输方式呢？我们最熟悉的古老的搬运方式莫过于在重物的下方铺设一根根原木，它们往往和绳索结合在一起使用，有的是滚轴，有的是支架，有的是杠杆，有的是木鞘，甚至还有可能是横跨全岛的轨道。这也意味着需要砍伐大量的树木。因此不少科学家认为复活节岛是一个典型的由于滥用资源而毁灭的社会。但开头的方法也给了我们启示，古人是否真的滥用棕榈树来运输石像了呢？话说回来，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在平地运输，可石像是从山体上分割下来的，它们该如何搬运到山脚呢？从这张图中我们能看到毛坯与石床的分割方式，从上往下围成一圈慢慢挖，剩最后一个支点时，在下面铺上一些小石头，最后利用石头的滚动将毛坯推下山坡，在山脚的指定位置有一个凹坑，如此便能顺利地把石像立起来了。最后经过长距离的运输，这些石像还要被立到名叫阿胡的石头站台上。根据拉帕努伊人后代的描述，科学家们尝试还原了一种方法。首先在石像的一侧垫上小石子，然后利用杠杆原理将内侧抬高，接下来使用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侧抬高，不断重复这个操作，直到石像底部的石子超过站台，然后再继续利用木棍和石子让石像倾斜45度，最后用绳子拴住石像的头部往后拉，慢慢的它就立起来了。马拉高尼效应是什么？2008年，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少年在泡茶时意外发现，粉末状的马黛茶会漂浮在水面上，而这时如果将壶嘴靠近叶面继续倒水，就会出现茶叶逆流而上的神奇现象。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直觉的情况呢？这其实就是马拉高尼效应导致的，即表面张力大的液体与表面张力小的液体相比，拉力更强，
因此就会产生表面张力梯度，使液体从表面张力小的地方自然流向表面张力大的地方。实验表明，漂浮的马黛茶可以将水面表面张力减小到原来的1/3。一旦上游的水表面张力大于下游，就会形成马拉高尼流，将水不断地往上吸。那么，如果将这个现象放在自然界中，是不是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上游的水并不一定比下游干净，因为还可以反过来污染对方。所以说，人们也将这个现象称为逆流污染。而在现实生活中，马拉高尼效应不仅仅能让水倒流，还可以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景象。例如，将一滴液体悬挂在同样的液体表面上方，然后使液滴的温度与液面的温度形成巨大反差。这时缓缓降落液滴，就会发现它始终不愿意和下方的液面融合，看起来就像一个被不断挤压的气球。但是，一旦将温度调为一致，二者就会迅速融合。这是因为温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液体的表面张力。除此之外，溶质浓度、表面活性剂浓度等也会使表面张力发生改变。因此，利用马拉高尼效应就可以做一些有趣的小实验，让糊胶散开，让纸船前进，让细线变成圆形，让颜料走出迷宫。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草坪，它鼓起了一个大包，踩上去还软软的。把这个草包戳开看看，好家伙，只听噗的一下，泥水喷涌而出。有没有感觉这个画面似曾相识？难道说大地母亲也躲不开长垢的命运吗？虽然说这些情况并不常见，但它也确确实实的发生在一些花园里、公路旁和高尔夫球场里。人们给这些 Q 弹的草坪取了一个贴切的名字——草坪水泡。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鼓包的现象呢？草坪水泡通常发生在暴雨之后，快速和猛烈的降水在院子里堆积。这个时候，如果土壤已经达到了最大吸水能力，那么多余的雨水很可能被困在草坪下方。当然，除了天灾，还有人祸，比如灌溉草坪时水管爆裂、长时间浇水忘记关水龙头等等，这些水流泛滥的情况都可能导致草坪的爆痘。而抛开以上两个原因，网上还有一种言论让我表示存疑。据说，如果土地的土质不好，一些园艺师会先在上面铺一层塑料薄膜，然后再盖一层优质土壤，好让后续播种的草籽茁壮成长。而正是因为这层薄膜的阻碍，水很难排向下方，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形成水泡。这一说法虽然听起来很合理，但我只见过在土壤表面盖一层薄膜保温保湿，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可以在土壤下方铺设薄膜。它难道不会把小草的根闷死吗？其实这种神奇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精心维护的草坪当中，在野外也会出现。比如2016年，科学家们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大约7000个草坪水泡，他们在里面检测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也就是说，这些水泡一旦被暴力戳开，很容易引发爆炸。至于它们形成的原因，人们最早怀疑和陨石的坠落有关。后来经过一系列研究，科学家们找到了最终答案，依旧是水没地方放。原来那部分草地的下层土地为永久冻土，水分难以吸收，只好停留在上层土壤和冻土之间，这样便形成了水泡。至于里面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则是植物腐烂后地下微生物分解的成果。最后还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有趣的视频片段。海边吸满水分的液态沙床踩起来同样 Q 弹，暴雨过后的塑胶跑道鼓得像蹦蹦床一样，让人忍不住的想往上跳。以及反其道行之，用弹性材料制作的林间小道，在上面蹦着前行，应该能体会到童年的快乐吧。张拉整体是什么？没想到3根风筝线竟然能支撑起乐高积木，在上面放一本书也不会倒塌。没想到仅用4根绳索连接，桌子和椅子就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眼睛告诉我们，这些操作真实的发生了，大脑忍不住的怀疑，这不会是魔术吧？好奇心又不禁想问，如果是真的，它背后的物理原理又是什么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魔术，而是一种神奇的建筑结构。1948年，美国著名建筑师富勒提出了一个概念 Small Islands of Compression in a Sea of Tension。 他认为宇宙中的天体就像是漂浮在万有引力海洋中的受压的孤岛，
即大自然中存在着间断压、连续拉的现象。后来人们尝试将这个思想应用在建筑学中，就演变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空间结构张拉整体。它由不连续的受压构件和连续的受拉单元组合构成，因为构件之间互不接触，所以看起来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下面来解释关键问题：张拉整体到底是如何保持平衡的呢？这就需要满足以下2个条件：一、合力为0；二、合力矩为0。以视频开头的乐高积木为例，简单分析一下上半部分构件的受力情况。首先是向下的重力 mg， 然后是短线提供的向上的拉力 T1， 它支撑起了整个浮桌。最后是2根长线向下的拉力，合计为 T2， 它保证了构件能够直立，不会向左倾斜。而想要合力为0，就需要 Te 等于 mg 加 T2。接下来看力矩，我们选择从 T1 的受力点 O 计算力矩，重力的力臂为 Rg， 拉力 T2 的力臂为 R2。那么要想整个系统达到平衡，就需要 mg 乘以 Rg 等于 T2 乘以 R2。也就是说，上半部分构件的重心和拉力 T2 要位于中间短线的2侧。以上便是浮桌背后的物理原理。了解之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似弱不禁风的张拉整体，实则刚柔并济。现在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设计当中。2018年 NASA 更是巧妙地利用张拉整体式结构，凭借6根铝制硬管和一些尼龙缆线，制造出了 Superball VR 机器人。它不仅耐摔打，还可以压缩折叠，成为了行星着陆器的备选设计。飞机的油箱在哪儿？为什么飞机要在空中放油？先问一个问题，汽车的油箱在哪儿？这个问题简单呢，想一下加油的时候往哪儿加不就知道了吗？肯定在后排的座位下面呢。那再问一个问题，你知道飞机的油箱在哪儿吗？那我又没给飞机加过油，当然不知道了。难道说也在座位下边？这你就想错了。其实啊，飞机的油箱放在机翼里。以波音747飞机为例，它的油箱主要分布在2侧的机翼，也就是主油箱。翼尖处是通气油箱，在机腹位置有一个中央油箱，而在飞机的水平尾翼处还安装了一个配平油箱。可是话说回来，飞机的机翼看起来那么薄，怎么会想到把油箱放在这里呢？首先要打破刻板印象，机翼的薄只是相对于机身而言，爬进它的内部观察，就会感叹一个词：别有洞天。这里的油箱被隔板分为一个个小的空间，人可以从中间通过，简直就像一个迷你的房子。相关数据显示，一架波音747飞机最多可以装载160吨左右的航空燃油。而除了储油空间足够用外，把油箱放置在机翼里也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首先，保证空间使用率最大化。民航客机主要通过载人或者载货盈利，所以说任何可以利用的空间都不能浪费。其次，保持飞机的重心平衡，在飞机用油时会优先使用位于中央油箱的燃油，然后再分别使用左右机翼上的燃油，这样重心就不会有较大的偏移。而机翼油箱内的隔板也可以防止燃油因为飞机颠簸而发生涌动，破坏平衡。再者，增加机翼向下的重量，这个原因听起来有些奇怪，飞机的重量难道不是越轻越好吗？话虽没错，但也要具体位置具体分析。对于机翼而言，它是飞机升力的来源。波音747每边30多米的机翼要承受100-200吨向上的力，这会让它发生较大程度的弯曲，因此盛放燃油可以减少升力对机翼的伤害。最后，与放置在客舱下相比，机翼位置相对安全，一旦发生紧急迫降事件，机翼距离地面的距离更远，燃油泄漏的几率也就大大降低。以上就是将油箱放置在机翼处的原因。而对于身形小巧的战斗机而言，为了更大程度的利用空间，不仅仅是机翼，任何空置的地方都可能被设计成油箱。前面提到，机翼里盛放燃油可以制衡升力，但是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适度。对于翱翔在天空中的飞机而言，重量的把控尤为重要。所以，飞机加油并不像汽车可以加得满满当当。一般情况下，飞机携带的油量越多，可用液载就越少。因此，综合考虑飞行安全和液载量，每次起飞时，航空公司都会精心计算出飞机需要携带的燃油重量。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飞机甚至还会做出舍弃燃油的行为。2017年11月3号，南航纽约至广州 CZ600 航班空中放油43吨被降冰岛。2019年3月27号，东航上海至伦敦 MU551 航班空中放油39吨被降北京。2019年7月16号，东航上海至纽约 MU587 航班空中放油45吨被降东京等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机长会选择在空中放油，白白浪费资源呢？这主要分为2种情况。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因发生故障需要立即着陆，此时的飞机重量超过了最大着陆量，如果不及时放油，起落架就会有折断的危险。2. 飞机发生意外情况需要紧急迫降，如果机内留有大量燃油且起落架不能放下，飞机在着陆时很有可能会发生摩擦，引起爆炸事故。那么飞机放掉的油又去哪了呢？会污染环境吗？其实现在多数机场的附近都有专门的放油区，一旦出现放油需求，管制员就会指挥飞机避开城市、机场、森林上空和低地低空，进入机场放油区进行放油。而在气温和气压极低的高空环境中，燃油排出后就会马上雾化，这虽然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了影响，但是随着民航技术的发展，民航业和飞机制造商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将空中放油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飞机轮胎会爆胎吗？为什么它能承受如此大的重量？作为飞机安全起飞和降落的基础条件，飞机轮胎虽然个头小了些，却起着关键的作用。2000年7月25号，法国航空4590号协和式飞机的轮胎在起飞时碾压到了异物，致使轮胎爆裂。爆裂产生的碎片引起了燃油泄漏，并割断了起落架的电缆线，最终导致飞机起火，坠毁在了巴黎的市郊。因此，基于安全考虑，飞机轮胎成为了现代轮胎产业中最顶端的产品。那么，它们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力量呢？以波音777飞机为例，它的总重量约为300吨，这些重量主要由两侧的起落架和12个轮子承受，平均下来每个轮子负重25吨左右。但是还不仅仅是重力，飞机在着陆时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这就要求轮胎能够承受落地瞬间极强的垂直方向的冲击载荷，以及落地后水平方向上的摩擦载荷。除此之外，飞机轮胎还要经受高空中零下50到6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以及刹车减速时升至150摄氏度的温度巨变。因此，在设计和制作飞机轮胎时，必须满足耐冲击、耐温升、耐刺扎等要求。首先，飞机轮胎由橡胶、尼龙线和钢丝复合构成，它采用的是独特的子午线结构，即胎体连线与胎冠中心几乎垂直，看起来既像灯笼的骨架分布，又像地球的经线一般，因此人们习惯称之为子午线轮胎。它的胎体连线隐藏在轮胎的连布层之间，且没有交叉，在受力时所有连线朝一个方向使劲，强度更高。同时，为了承受轮胎行驶时产生的切向力，子午线轮胎还裹上了一圈带束层，它就像腰带一样紧紧地箍在胎体上，大大提升了胎面的抗压能力。综合来看，子午线轮胎胎面变形小，胎侧变形大，拥有较强的缓冲能力。其次，飞机轮胎并不是实心的，它的里面充的是氮气，氮气的化学性质并不活泼，高温和压力的变化对它的影响很小。再者，飞机轮胎的检查制度非常严格，每一次起落，机务人员都会仔细检查轮胎的使用状况。一般情况下，一个轮胎可以使用250到300个航班，之后就需要更换，而每个轮胎的胎面会进行5到6次的翻新，这样算下来，轮胎的寿命大约可以维持1500个航班。近年来，我国也在航空轮胎的研制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08年，桂林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成功研制出了子午线航空轮胎，切断了西方发达国家长达28年的技术垄断。2015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军用航空轮胎试用成功，打破了中国航空高端用胶依赖进口的局面。2020年9月16号，中科院更是把航空轮胎和光刻机、轴承钢等一并列入了科研任务清单，这将为国产轮胎企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前几天看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用机器把2块光滑的铁固定在一起，时间长了，它们会不会变成一块铁呢？在地球上大概是见不到这个景象了，因为铁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层氧化物薄膜，它就像栅栏一般横在中间，完全不给两侧原子接触的机会。不过别灰心，到了太空情况就不一样了，2块铁在接触后真的会相互粘合，就好像焊接在一起一样，因此人们将这个现象称作冷焊。究其原理，物理学家费曼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在真空中，处在接触面两边的金属原子之间没有任何物质将它们隔开，所以这些金属原子无法知道它们其实是属于2块独立的金属的。当接触区有其他原子，比如氧气或者其他复杂成分的杂质层，原子就会意识到它们来自不同的部分。由此可见，只要满足超高真空、相同的金属材料以及一定的压力这3个条件，就能轻松地实现金属的融合。只是这对航天器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儿。1989年10月18号 NASA 发射了一颗名为伽利略号的木星探测器，在它的上方有一个像雨伞一样的主天线，因为航程的前半段探测器距离太阳比较近，设计师担心主天线在照射下受到破坏，所以将它合了起来。按照计划，当伽利略号距离太阳较远时，也就是1991年4月，主天线就可以打开了。只是当地面控制中心发出指令后，探测器却迟迟没有反应，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科学家们利用伽利略号传回的数据，在地球上制造了一台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进行试验，最终确定，在探测器发射升空前，因为经历过数次运输和测试，主天线骨架上的润滑物和氧化层已经被磨掉，所以在进入太空后，有3根骨架和其他金属部件发生了冷焊的作用。后来科学家们想尽办法，也没能将主天线打开，只能勉强使用备用的低增益天线。现在我们将思绪从太空拉回地球，说一说工厂里使用的冷焊机，它和前面提到的冷焊有关系吗？虽然名字一致，但原理却并不相同。冷焊机指的不是在寒冷的工作环境中实现焊接，而是说焊接后残留在工件上的温度较低，不会导致板件的应力发生改变。它会以10的负3次方到10的负1次方秒为周期，在10的负6次方到10的负5次方秒的超短时间内放电。当电极材料与工件接触时，瞬间温度可以达到8000度到10000度。这时等离子化状态的熔融金属便会通过冶金的方式过渡到工件表面，又因为放电时间间隔时间较长，热量可以扩散到外界，所以加工部件的温度不会太高。台风是怎样形成的？说起台风，可能很多人会想到2014年的超强台风威马逊。威马逊登陆时风力达到17级以上，被称为建国后中国最强台风，直接造成海南、广东、广西59个县市742.3万人、468.5千公顷农作物受灾。这种中心风力大于12级、风速达到每小时118千米以上的台风，其实还有另一种叫法，就是我们所说的飓风。它们都是一种低压漩涡，常发生在热带或者副热带的洋面上。这些地方温度较高，中心的气压低于外界气压，因此周围的空气会涌向低压中心，挤进来的空气遇热又会上升。在整个过程中，能量是守恒的。挤进来时，空气携带较多动能，属于输入；遇热上升的过程属于能量输出。当输入的能量大于输出时，多余的能量就会让低压中心的空气迅速流动。当输入一直较多，低压中心的风力就会越来越大，直至形成更大的台风。相反，当输入减少，台风就会慢慢消减。因此，有人脑洞大开地提出，把一颗原子弹丢进台风风眼里会发生什么？这样说吧，原子弹的冲击波大概是10几千米，而台风风眼动辄就有20-30千米。一枚原子弹短时间内可能会减弱风力，但它释放出来的热量会加剧热空气上涌，
使地表低压更低，于是更加猛烈的台风即将产生。原子弹在大自然面前还是过于渺小啊。1888年，美国化学家查尔斯·爱德华·门罗在用消化纤维做实验时偶然发现，如果将一个圆柱形的炸药放在钢板上引爆，那么只能得到一个浅浅的凹痕，反倒在药柱底部挖一个空腔，然后再进行引爆，好几层钢板都能被击穿。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炸药少了，威力却变大了呢？在经过多次实验后，门罗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爆炸后的产物基本是沿炸药表面的法线方向向外飞散的，所以向内挖一个凹槽，爆炸产生的能量会向凹槽内部的轴线上汇聚。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洞进行合理的塑形，就能得到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其中应用最广的是锥形空腔，因此人们也将空心装药称作锥形装药。1910年，德国科学家艾贡·诺伊曼来了一个锦上添花，即用金属板覆盖这个空腔，也就是加了一个金属药型罩。当圆锥后方发生爆炸后，冲击波会让金属向外直线喷出，速度能达到1000到3000米每秒，温度高达900到1000度。在如此强大的动能下，金属的运动方式跟液体很像，人们便给它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金属射流。那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实验。在炸药的前方放一个铜堆，然后距离它20厘米左右放一个破旧的保险柜，保险柜的后方有一个巨大的水桶，下面倒炸药，几乎在响的瞬间，白桶就破了一个大洞。从慢速镜头下，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这股射流，它直穿柜门击向水桶，威力十足。而这就是破甲弹的雏形。它的出现改变了当时的战争进程，因为在此之前，传统的穿甲弹只能依靠动能来击穿坦克，这就需要较高的初速度和坚硬的弹头。而破甲弹利用的是金属射流，与弹药的存速并无关系，所以完全可以应用在低速弹药上，比如一次性使用的反坦克火箭筒铁拳。不过话说回来，影响破甲弹的因素也不少，比如药型罩的形状，常用的有锥形、喇叭形和半球形3种。对锥形药型罩来说，锥角越小，射流的速度就越大，破甲深度也越大，但稳定性较差，所以一般都在40度到60度之间。再比如炸高，它指的是弹丸爆炸瞬间药型罩口部到靶板表面的距离，不同结构的弹丸都有自己最合适的炸高，如果距离小于它了，那射流就没有充分拉长，反之能量就会分散，射流的速度也有所降低。像有的装甲车外面会装栅栏，它其实就想破坏破甲弹的标准炸高，干扰金属射流的形成，进而削弱破甲弹的威力。上高中的时候，我家旁边的一栋高楼因为违建直接被爆破拆除了。当时我还在心里默默感慨，费了那么长时间建起来的楼，消失不过一瞬间。后来在一些电影中又看到了另外一种拆楼方法——破坏球，即吊车上挂着一个大石球，它如同荡秋千一样晃悠着晃悠着，直接砸到了墙上。以上2种方法，单看画面就已经能感受到现场的尘土飞扬和咚咚作响了。那如果在闹市区，如何能在不扰民的前提下让大楼优雅地消失呢？2012年，位于日本东京的一座高138.9米的赤坂王子酒店开始拆除。有意思的是，从它旁边经过，几乎看不出拆楼的痕迹，但定期给楼体拍照，就会发现它确实在不断降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大成建设研究出的一种创新拆楼法，从上往下慢慢拆。在大楼顶部有一个3层楼高的封闭空间，为了保持美观，工人们会将外围的脚手架包装成和楼身相似的风格。而在看不见的内部，人们正在以10天拆2层楼的速度忙碌着。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有的柱子被替换成了钢柱，钢柱的内部装有千斤顶，拆完1层楼，屋顶就下降1层。除此之外，楼顶中间还安装着一个起重机，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下运输废料，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重力加速度还能通过回收电机生成电能，储存到蓄电池内。当挂钩升起时，就可以利用这部分能量。最终耗费了大半年时间，在2013年7月6号，
赤坂王子酒店的拆除工作圆满完成。当然，除了这种自上而下的拆楼法，鹿岛建设还研究出了一种与之相反的拆除法，从下往上慢慢拆。它的原理有点像日本的一种传统游戏打达摩，即施工人员先将底层的墙壁和楼板拆除，仅仅保留支撑柱，然后将其中一根切除70厘米，再到下面垫一个千斤顶。因为整座大楼由20根柱子支撑，所以切断一根并不会导致楼体倒塌。接下来依次对剩余的支撑柱安装千斤顶，据悉每个千斤顶可以承受1200吨的重量。在拆除完一层后，让千斤顶的高度下降一层，然后重复刚刚的操作，就可以逐步完成楼体的拆解工作了。与前面提到的拆楼法不同，这次的工作都集中在1楼，工作人员不用来回跑，噪音和废料也控制在底层，效率提升了不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发光灯泡，将电线倾注到玻璃瓶下方的不同导线上，我们能看到不同的数字在发光。于是乎，在那个没有 LED 灯、没有液晶屏的年代，人们将它作为一种显示数字的专用元件。比如在这款老式的频率计数器中，就能看到由9个辉光管组成的显示频。可惜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因为驱动电压高、体积大、玻璃易碎等缺点，辉光管很快被发光二极管和真空荧光显示器取代了。但让人意外的是，直到今天，这款复古又独特的产品依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有人把它制作成了钟表摆在桌子上，有人将其放在了动画作品当中，还有人把原本大个头的摆件改装成了精致的手表等等。这些酷炫的物件让我不禁好奇，辉光管的制造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发出如此绚丽的光芒呢？我们不妨把一个辉光管拆开看看，砸碎外层的玻璃罩，能够看到包裹着数字的金属网格，将它卸下后，就是从0到9 10个金属小片。细心观察的小伙伴会发现，这些数字并不是依次排列的，为了避免互相遮挡，它们常见的排列顺序是6、7、5、8、4、3、9、2、0、1，而苏联生产的辉光管则是按照3、8、9、4、0、5、7、2、6、1的顺序进行排列。其实这些数字就是灯管中的阴极，而外层包裹着的金属丝网则是阳极。如果在玻璃管中充入惰性气体，那么通上高压电后，高速的带电粒子会与气体中的原子或分子相撞，发生电离。当这些离子受激进入高能态，便会将多余的能量转化为光子释放出来。而充入的惰性气体不同，阴极发出的光的颜色也不尽相同。比如氖气是橘红色光，它的波长较长，穿透力强，容易辨识，所以常被用来制作霓虹灯和辉光管。除此之外，商家还会往管内添加一些汞蒸气，这是因为加速后的氖离子难免会碰坏阴极，使金属材料溅射到显示管的圆顶上，难以看清数字。所以如果让它跟较重的汞分子相撞，就可以降低能量。但如此一来，汞蒸气也会散发出蓝紫色的光芒，因此在一些辉光管的玻璃表面还涂着一层红色的透明油漆，它可以过滤掉这部分余光，使数字的呈现更加清晰。船锚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航母的锚链到底有多长？船锚置于船只，就像手刹置于汽车，是确保船只安全停泊的重要工具。船员抛锚之后，船锚就会在锚链的牵引下沉至海底。当船舶受到风浪干扰时，平躺在水底的锚链就会提供给锚一个水平方向上的拉力，它和锚自身的重力结合在一起，便会导致船锚向斜下方运动，这就是船锚的入土过程。在整个锚泊过程中，最基础的条件就是船锚要在海底勾住东西。如果海上风浪较大，且海底泥沙稀疏，很可能造成走锚事故。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就会导致船舶搁浅，甚至与其他船舶发生碰撞。但是也不能因此选择礁石海底，一旦船锚卡在石缝中间难以起锚，就可能付出砍链弃锚的惨痛代价。所以说，锚地的选择非常重要。
最好是软硬适中的粗糙沙底和粘性较强的土质海底。如果说船锚提供了抓力，那么将这个力传递给船舶，并使其稳定停泊在海面上的便是锚链。虽然从船上看，锚链是垂直于海面的，但其实有相当一部分锚链是平躺在海底的，它对锚的作用力保持水平，有利于锚的可靠抓力。同时，泥土对于锚链的阻滞作用，也为船舶提供了一部分的锚泊力。所以说，锚链的长度远远大于海水的深度，是其的4到7倍之多。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将一艘航母停泊在深海区域，它的锚链会有多长呢？马里亚纳海沟最深超过1万米，难道说会制造出长达4万米的锚链吗？当然不可能了。其实，航母只有在港口停放时才会使用船锚进行固定，在深海区域静止时根本不会使用船锚，因为船锚越大，重量也就越大，航母船体和起锚机根本无法承受。因此，1万吨以上的轮船通常只有12节锚链。那么，航母在深海区域是如何静止的呢？它利用的是动力定位系统，在上世纪70年代由美国海军研发，并率先应用在尼米兹级航母上，由定位控制系统、动力装置和推力装置3部分组成。计算机根据定位控制系统测算好的风速、洋流方向等数据，便可以精准地计算出偏移量，并将指令下达给不同的推力装置，从而使航母保持平衡。一颗核弹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从黑火药到 TNT 炸药，再到核弹的出现，人类追求炸弹威力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氢弹作为核弹的一种，其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而说起氢弹中的王者，莫过于冷战时期苏联研制的沙皇炸弹。1961年10月30号，一架轰炸机由苏联飞往北极圈的新地岛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它将重达27吨的沙皇炸弹从10500米高空投下。虽然准备了降落伞减速，让轰炸机有足够的时间脱离爆炸区域，但是飞行人员幸存概率仍然只有 50%。在距离地面4200米左右，沙皇炸弹发生爆炸，产生的火球半径长达4600米，火球很快地袭击地面，并且迅速扩展到投掷高度。爆炸产生的蘑菇云不断上升，穿过地球大气层对流层和平流层，最终达到67000米，比7座珠穆朗玛峰垒起来还要高。远在芬兰都能感受到爆炸的震感，爆炸规模之大仅次于致使恐龙灭绝的希克苏伯鲁陨石坑事件。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氢弹的威力如此之大呢？原子弹我们并不陌生，铀和钚等比较容易裂变的重原子核，在核裂变瞬间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果用1000个乒乓球和老鼠夹进行模拟，就能直观地感受到链式反应带来的强大威力。而氢弹的爆炸原理则与之相反，大量原子核在同时发生聚变，释放的能量更为惊人。想要触发这一过程，往往还需要用原子弹来引爆。众所周知，核武器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除了最直接的冲击波和光辐射之外，慢性致死的核辐射同样可怕。在广岛原子弹事件丧生的14万人当中，多数是因为放射性疾病逐步死亡的。那核辐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把铅210放进准备好的云室当中，便可以观察到核辐射的运动轨迹。正是这一条条细小的放射线杀人于无形之中。现如今，核弹依旧是各个国家争先恐后的研究对象，但是面对如此毁灭性的爆炸结果，它的制造与研究始终值得考量。热冰是什么？把竹签放进杯中，把手伸进容器里，把液体缓缓地倒向桌面，都能看见点水成冰的神奇现象。那么这种液体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过饱和醋酸钠溶液，冷却后常常处于一种亚稳定状态，一旦受到小小的刺激，就会失去平衡，迅速结晶，释放热量，因此人们也将其称为热冰。其实制作过饱和醋酸钠溶液的方法非常简单，用小苏打和白醋就可以完成，二者反应可以迅速生成醋酸钠晶体，把它和水按照130克比100克的比例调和后再加热煮沸，观察到液体表面形成一层薄膜时，就可以停止加热，
然后在室温下冷却一段时间，便得到了我们想要的过饱和醋酸钠溶液。之所以此时的液体不会结晶，是因为溶质在溶液中不容易形成结晶核心，而只有晶核的出现，才能使原本无规律运动着的溶质迅速集合起来，并按照晶体特有的次序排列。所以想要看到点水成冰的景象，就需要晃动液体或者加入一些固态晶体，比如用竹签刮一刮留有结晶的锅底，在手上沾些晶体，或者在桌面上事先准备好晶体颗粒。如此一来，有了结晶中心，过饱和溶液便能迅速凝固。而利用这一过程释放热量的特点，还可以制作暖手袋，在里面放上一枚小小的金属片，掰一掰就可以让液体变成固体，同时达到暖手的目的。那么我们平时使用最多的暖暖贴又是什么原理呢？它由原料层、无纺布层和明胶层构成。撕开明胶层后，空气就可以通过无纺布上的微孔透气膜进入原料层。原料层是由铁粉、活性炭、无机盐、水等合成的聚合物，它们可以和氧气发生反应，形成源电池，持续不断地将化学能转化为热能。为了延长温度持续的时间，需要向原料层中添加质石进行保温，并且还要严格控制透气膜的静氧速率。如果透氧太快，热量会在短时间内放掉，还可能灼伤皮肤；而透氧太慢，又会导致我们感受不到温暖。通过两种不同的暖宝宝，也不禁让人感叹，生活中真是处处有科学，神奇现象的背后往往蕴藏着绝妙的原理。